520郎去哪？哎，用不着，此间不就有酒？这可是骆大人的姻缘酒啊！哥哥，太子殿下已经没事了吧？他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哥哥，那个左相真的是我们北秦人吗？那他被太子殿下当街斩杀，会不会连我也会被赶出京城啊？双儿，有哥哥在，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安全的。莫霜一切都听哥哥的。哥哥可是还有什么别的事？有些事情，哥哥原本不想把你牵连进来，只是我是哥哥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若哥哥有事需要莫霜助力，莫霜一定竭尽所能。好。你不必谢我。之前我为了争太子妃之位做了不少错事，况且凭骆大人的聪明才智，即使没有我的帮助，他也一定能查清楚真相。此事还是多亏了你。其实你今日不来，我也打算见你最后一面的。我做了10年帝子园的梦，10年一梦，也是梦该醒的时候了。其实这件事情从一开始，就是我们对不住你。毕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要离开这里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我替你安排。不用了，我要回家了。骆大人做事缜密，连路边捡的一个乞儿都会调查出处。不过我倒是要谢谢他，如果不是他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。何日启程？明日。帝子园，天高水远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穆青，这里就是他们喝酒玩闹的地方。不过他们可能不会再来了，毕竟物是人非。物是人非。可是，我怎么还能感受到他们在此间的欢声笑语？如果可以选择，
我也想在此跟他们把酒言欢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你已经抓住了它。母亲，你说的对，这里不是我能久留的地方。离开了京城，我就自由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走吧。太子哥哥，骆大人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这满桌美食怎么没有酒啊？说的对，我让琳琅去拿。哎，用不着，此间不就有酒？这可是骆大人的姻缘酒啊！过2日，我就要回西北了，子元也要回晋南了。今晚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喝大酒了。自我回京城起到现在，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。我知道，可能再也回不去当初了。今晚就让我们抛开之前的种种，大醉一场，如何？大醉一场，如何？今晚谁不喝，谁就是小狗。来，舍命陪君子。干！干！你酒量那么差，还要喝？我当下比你要清醒些，我可清清楚楚的记得，你带着3万水师来求娶我时的恢宏场面啊！说实话，狄子元，你当时那副混蛋模样，我还真的有点心慌。子元，敢轻薄太子哥哥，属实厉害呀！我当时听说啊，这儿有个女土匪要抢占你，我想着这世上有比我更泼辣之人，这得见识见识啊！没想到，居然是你！那我自然还是比不上安宁公主啊！当时一入京
就来到这凌香楼，非要跟我打架，那豪横做派，我自愧不如啊。那日打的可真痛快，自那后便没这般了。那要我说做派啊，还得看我们太子殿下。就太子殿下下江南那几番作为，虽然我没去，但只是听闻，那都让人神往。面对那么多失控的难民，临危不乱，确实勇猛。说起来，我还是更佩服你啊！何人不知京城骆明熙的名字有小儿指提之效啊！啊！用通俗点的话，就叫做干一行，爱一行。我那些审问犯人的手段啊，那都是我一点儿的心血研究出来的，哪个犯人不怕？这要说名声啊，那还是太子殿下更胜一筹。就光为弟子元不娶这一件事儿，他就唠唠叨叨、反反复复说了10年多，这整个京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太子殿下，你要娶的弟子元就在你面前，你为何认不出来啊？啊？还有你儿时的朋友就在你面前，为何这么晚才认出来？你和骆明熙，一个在水匪堆里长大，一个在刑部摸爬滚打。我和安宁，一个是养尊处优的太子爷，一个是征战沙场的女将军，谁懂得你这些弯弯绕绕啊？就是啊。那如此说来，确实是我跟子元欺负你们了。那可不是。来。殿下，我们根据您发的情报，已经集结军队，只等您一声令下，我们便可以连下数座城池。随后，只要再拿下青南，我北秦铁骑便可长驱直入，直取晋国都城。我很快启程西北，届时正可以和边境大军里应外合。虽然还有许久才到你的生辰，但如今看来，我是赶不上为你庆祝了。等我回到靖南，便是长丝花开的季节，到时候开满遍野的长丝花，可比殿下那日送的花灯要大手笔多了。你若不嫌弃那3块铜板的兔子灯，今后每年我都做一个给你送过去。大晋太子亲手做的灯，那可是世间独一份的稀罕，正好送你这个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任安乐。那可还是算了吧，京城和靖南之间山高水远，殿下可别为了这么一个花灯而大费周章。再说了，殿下以后还会遇见比那夜更加流光溢彩的花灯，也会遇见将你所赠花灯视若珍宝的女子。子元，那日在华元山顶，
你与我一样。撤！安宁，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想给你带些折晕膏，但时间太紧了，来不及买。等过几天，我托人给你送过去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而且这些东西，冷北都背下了。安宁，去到西北。云姐，你和安乐姐能不走吗？小姐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。那你呢？你也没有吗？哦，云姐，你看，我现在有了进宫令牌，
你不是一直想看玉镜馆收藏的大漠孤烟图吗？里边还有太祖编撰的孤本、失传的棋谱，我知道你都喜欢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的。那小姐怎么办？安乐姐，她不会阻止你留下的。她多年来韬光养晦，从未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着的。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陪在她身边。我今天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你明明有机会可以逃跑的，但是你却留下来照顾了我的小把戏。太子殿下喝了我的酒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冉安乐，我认识你，你和紫渊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活着。大人，太子殿下来了。骆明熙啊，骆明熙，我与你相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带我来这别致的栖身之地。这是臣起居的地方，为何要带殿下来啊？别人来的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若是像琳琅一般貌美，又会服侍人，那你可以天天来。你也知道，我说的别人不是琳琅。
你和他就是在这里谋划的一切啊？是啊。他到哪儿了？只要离开了京城，到哪儿不都一样吗？你嘴上说不在乎，但却对着陈年旧物在这睹物思人，你还真是口是心非啊！我何时对你口是心非？倒是你，骆明熙，这些年来你瞒我不少。我知道，你这10年来所做之事，都是为了给帝家正名。但我要感激你，感激你这些年来帮我不少，更是要感激你竭尽全力护住了紫园。太子殿下为紫园做的事，也着实打了我的措手不及啊！来，敬殿下，凭着一腔孤勇救帝家遗孤于水火，实属不易。骆明熙，你可曾记得许多年前你我下的那盘棋？这枚白棋原本不在这里，不知是谁的袖子碰到了，错了位置。明明是黑棋错了子，是白棋。白棋就白棋，就算棋盘乱了，也还是我胜。棋盘一乱，此局就要作废。何必守着原先的棋局？殿下自有学习帝王之术，难道不懂得权衡和变通吗？骆明熙，你说话从来这么不客气吗？哼！好了，一枚棋子错了便错了，争论又有何意？再来一局可好？不。即便我是太子，你也不肯退让我分毫，从小到大皆是如此。我就这性子，以前不会改变，以后也不会变。海野，魏硕的事儿我没告诉子源。我知道，你既然能够查出左相是北秦细作，自然也能够查出那日我是因何事被他逼到极致。既然紫渊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任何，那想必你也没有告诉他，他的亲弟弟帝静言，如今依然活在这个世上。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你都没说，我又何必替你出风头呢？不过，我觉得帝静言的事他有权知晓。我还没想好该如何告诉他，更何况，帝静言比起帝子元更加是欺君之罪。是啊，虽然他走了，但是京城依旧暗潮汹涌，从来都未曾变过。这如今，更是北秦犯边，大境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。哎，你看那儿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这是火！公主在里啊！这太危险了！公主在里面，小心！殿下，殿下，奴才刚到门口便得到消息。四方馆走水，火势太大，清源军刚刚把火扑灭，北秦的莫霜公主没能救出来。你说什么？北秦的莫霜公主被大火烧死了。四方馆走水，未能及时救出莫霜公主。
陛下，臣以为四方馆走水，并非偶然。此话怎讲？回陛下，四方馆戒备森严，怎会突然失火？更何况，我们到目前都没有找到莫霜公主的尸首，所以此事不像是意外。如此看来，皆是有心人在布局啊。目的呢？战争。北秦想要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，莫霜公主的死，就是发动战争最好的借口。北秦大境必有一战，陛下，北秦想要的不只是西北，而是整个大境。好一个北秦！速派使臣前往北秦，力修邦交，不动兵戈最好。虽然此前种种已经是不宣而战，与其等对方下战书再做行动，不如先发制人，有备无患。是。传朕的旨意，800里加急送往青南城，令安宁严守边境城池。是。翻不来，翻不来，还是舞刀弄剑时候。你呀，总要把性子沉下来才好。要不跟小姐一块钓鱼去吧？钓鱼？算了算了吧。你看我这头上，是不是都闲得长草了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。是啊。我更想让你知道，你对我很重要，我的身边需要你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名义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我曾经对一名叫做冉安乐的女子动过心，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弟子园。小姐，你上钩了！小姐，你看，好大的鱼啊！元琴，交给你去处理吧。好嘞。小姐，方才睡得可还好？方才做了个梦，但是现在已经醒了。回去吧。好。站住！京城来信。小姐，发生何事？要打仗了。四方馆走水，莫霜消失无踪，大晋北秦之间，恐怕再无宁日。还有一事，我们抓到一个北境西佐，从他身上搜到了这封密报，上面记载了他们的人在大境所做之事。莫霜消失，定是北秦人为发动战争刻意设下的局。白征，你速去军中查探，确保没有漏网之鱼。是。
这些事情居然全是北秦人做的，我大晋竟然漏得跟筛子似的，实在可恨。北秦公主参选太子妃，这应该是先前的使臣。你对北秦消息倒是灵通啊。你昨晚去了哪里？属下……安宁姐姐，你别怪冷北哥哥，都是因为我。安宁姐姐，将军，看您近来心情不太好，所以我把莫霜给叫来了。陛下小心！他和北秦公主如此亲近，还有那刺客的身形，上处搜寻细作，仅凭白征一人，我不放心。冷北，你也去营里仔细查探。是。夕宴上的刺客果然是你，不错，将军好眼力。冷北，你为何要背叛大晋，背叛同胞，背叛我？快告诉我，将营在哪里？将军，将军，白征求见。